Hello，大家好，我是多手工的青岛旁观。那么，可能有很多人看过我的视频，其中有一条也达到200多万。这个期间呢，有不少伙伴来问我用的是什么样的雪糕棒。我目前手上的这一支也是我用的最多的这一支，长度是15厘米，然后宽度是1.8厘米。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如果你真的去做这个东西，对于雪糕棒的要求并没有那么高，大家没有必要非要和我找的雪糕棒一模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可以看我的视频，我的很多视频里面雪糕棒原本的尺寸都是经过调整的。比如说我要做的东西它不够宽，我可能会用2根雪糕棒去拼；如果不够窄，我会拿刀去削，直到要做成我想要的尺寸。那么这里想跟大家说的几个技巧，或者也可以把当做是这个雪糕棒的一个入门吧。首先第一点，雪糕棒呢容易切，所以比较容易上手，不像整块的木头比较难，所以你可能只需要一把美工刀就可以解决了。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当我们把雪糕棒和雪糕棒进行拼接的时候，这一个毛边有可能拼接的不那么严合，所以我建议大家在这之前可以先用砂纸打磨这个边缘。那么这样2根雪糕棒拼在一起以后，它的缝隙就会比较小，甚至看不到。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点呢，大家在做雪糕棒的过程中，可能有些伙伴只是浅尝一下，那么他可能去买雪糕，但是这个如果你真的想做，那成本太高了。大家可以在网上很多购物网站都有直接搜雪糕棒就能够买得到。那么至于哪一家，大家自己去搜就可以了。给想做的产品画好辅助线，有利于我们在切割时候的观察，包括调整。所以建议大家先画好辅助线再下手。如果是大面积之间的粘合，我推荐用手工买胶，然后用燕尾夹把它夹紧，夹个15分钟左右。而如果是小的一些部件，可以用502来粘。给大家推荐一个好方法，就是先把它用夹子夹住以后，再在上面滴502，这样更加容易固定。好，那么说到这里，我相信喜欢自己动手或者想自己动手的人，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尝试。我呢，也在我的动态里面发了不少我自己做的雪糕棒的一些产品或者说玩具的一个图纸。那么这个图纸呢，大家可以用1:1的 A4 纸来打印，打印了以后就可以贴在雪糕棒上，直接进行裁切。还是之前说的那样，希望大家喜欢我的作品，也希望大家给我多多的关注，记得1键3连。